一款新的玩具，今天也是刚到的，拿来跟大家一起直播耍一下。盒子上面写着急先锋，刚一开始我打开那个快递箱子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这是一款 BW 的产品，仔细看一下这个线稿图，就是FT 的开路先锋这回换包装了，可能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吧，这回的盒子和之前的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纸品方面，说明书全彩的中英文双语印刷，人物卡、信用卡的材质。配件的内容有这么多，首先手上一把小枪，车型状态下搭载的一个雷达天线，一个手臂的替换键，因为开路先锋有一只胳膊是臂炮嘛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替换掉，不过这里得拆一颗螺丝下来。3张替换的表情，对比一下设定稿里边的样子吧。首先看一下身上的一些元素，对于设定稿的一个还原度还是非常高的，而且在整体的一个身形，尤其肚子这一块的表现来看，效果也是不错的。腿上的一些细节点缀，包括一些纹路的刻画，也是忠实于这个当时设定图里边的一些样式啊，包括手臂臂炮的一种感觉，就是感觉稍微的有一点短了，它这个是可以伸缩的，但是这个为了手臂的变形收纳，这个是拉到最长的角度了。头部在原有的基础上面做了一些美化的处理，这回的开路先锋的这张脸会觉得更壮一点，他不是属于帅哥型，属于壮汉型的那种战斗力很强的人。从侧面这里看啊，背包的这个厚度并不是很大，完全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。腿部的这个曲线啦，还有一些细节的勾勒了，包括腿肚子这里弧线的过渡做得很好。前方的这块白色效果也可以，背后这2个背炮啊，左右一边一个，也是比较还原的，而且用的是电镀的零件。从后背来看，没有什么偷胶空洞的地方，甚至没有很多的螺丝孔。以前就感觉吧，这家的产品后边会暴露特别多的螺丝孔啊，可能有的朋友也不喜欢密密麻麻的。这回的开路背后相当的干净，几乎没有一个螺丝孔吧。本身菊花这里应该有一个，但是它用盖板给你盖起来了，这点做得很好。全身上下如果对着光看的话，它这个黑色也是有那种颗粒的质感的，很漂亮。再加上设定图里边专门指出一个细节，就是它的膝盖应该从哪里弯折，那这回也做对了，确实是从这个红色的方块下方去折叠膝盖的。哎呀，听听，叮叮当当的齿轮关节，非常的悦耳，所以更应该拿出膝盖受害者来跟开路先锋比较一下身高了。尺寸方面来说，头顶快到胸口的位置吧。如果放在官方的产品线里边拉身高，其实是和铁皮救护车这样的大车人形的高度几乎是一样的。甚至于来说啊，这2个放在一起，其实违和感不是很强烈。很多的第三方产品，如果你把它放在 MP 的行列里边，会有一种违和感。但是这一回的开路，你把它放在它们中间，看起来效果还可以。头雕外加3张的替换脸，光学镜上面是金属漆的涂装，有2张张嘴的造型。其实这2个替换脸是不一样的，一个长下巴，一个短下巴，所以也是有区别的。可动来看一下，首先背炮这里有多段的活动轴啊，包括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冠，头部360度旋转，点头抬头有一定的幅度，肩膀的位置平举，它从根部这里有一个合金的关节，可以举得很高，但是这个尖头太怪了。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鸣齿轮，360度旋转，二头肌360度可以转，手肘一段的关节也能屈到135度左右，里边有挡肉的造型键，手腕360全指可动，腰部360度旋转没问题，打开卡扣，有一段弯腰关节，可以弯折90度，膝盖前踢，
齿轮关节可以踢到非常的高，而且这条腿很重啊，但这个齿轮的支撑力度还不错。后踢差不多只能掰1尺到2尺的距离，因为这个裙甲的造型后边这一块掀不开啊，所以只能达到这么大的幅度。侧踢可以踢平，不是齿轮关节，但是撑的力度还可以。大腿根部360度旋转，膝盖齿轮关节也能屈个120度到130度左右了。脚踝左右有接地，前后也有一定的活动范围。那么好，我们准备来开始变形吧。其实这一次的开路先锋变形非常的简单啊，甚至于就是 2.0 时代的那种简单的变形风格。首先第一步，我们先把手收起来，手臂收纳的时候打开后边的盖子，但这个时候要把拳头旋转个180度，全心冲外，这个时候往里卷，收起来。另一条胳膊把这个泡缩短，臂泡伸回去，再打开盖子，180度翻折进去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替换这个手的话，需要把这颗螺丝卸下来。脚底这里拆开脚底支撑的中间的这一块零件，然后脚尖放下来。翻到腿部侧面这里，这里有一个结合的卡扣啊，这个地方已经拆开了。打开，要施力的时候从这里往开掰，因为中间这里还有一个卡扣，也就是说这2个卡扣进行了一个维度锁，完全延展开。接着轮子180度翻出来，翻出来以后这里有个卡点，把它嘎哒锁住，这个卡扣锁得很紧，拆的时候但是要小心一些。根部这里有一个合金的关节，很小幅度的一个 Z 字折叠，把它缩进去，然后腿侧面这片挡肉的件儿往里先折一定的角度，让开边缘的这个卡榫，上折下折填进去，然后再盖上就可以了。现在其实我们对比一下，就等于把这个腿缩短了一截。另外一边也是熟悉的 QC 标志，从这个地方往开掰，掰松，上下这里的卡扣掰松，把这2块折开，轮子180度翻出来卡上，往里折叠一下，让过边缘的这个地方卷动，放进去，膝盖 Z 字收好，放过来。注意后边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方卡扣啊，把这个地方要套合到位。膝盖侧面这里，这儿留了一个让你方便抠指甲缝的地方，打开，再把里边的这一块旋转180度，力到大腿侧面盖上。从这里抠。好，腿部现在就变完了，我们可以把2个中间的卡扣连接在一起了。背包这里拆的时候注意啊，它本身为了腰部遮挡空洞，这里边做了一些挡肉，它的卡扣在腰后方的位置，一会儿我们拆出来才看得到。往上提一下背包，顺着这个方向施力，跟这么拔开。拔开以后，它的卡扣在哪儿呢？在这儿。所以掰的时候注意施力的方向。另外，前方玻璃这里有一个双段的关节，顺着这个关节把它掏出来，拆开，前方这里就可以跟这么立起来了。接着这一步指示吧，其实之前在看它官方出的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变形指示视频，它是把这个脖子这一节愣别过去的，其实不需要，这个地方完全是足以有一个角度的。后脑勺这里开一个盖子，从这边看，把这个盖子打开，脖子从这个地方的卡扣拉出来，这些地方有锁脖子的关节啊，然后把脖子扭一个90度，让后脑勺冲着这个方块。我们从这个角度看，就能看到这个空间是完全够用的。而不是像之前那个它的官方视频指示的时候啊，你就跟这么愣别靠韧性，其实这样很容易损玩具的。你就打开后脑勺旋转一个90度，让开这个空间就足够了。
脑袋就顺势的滑出来。接着我们把后边的盖子完全的拆开，变成现在这样。放到这一面看，两个肩炮是可以一体变形的。旋转一下根部的球形关节，后边的这一节也是一个滑道，把它缩短。Z 字折叠，把这边的肩炮缩下来，放在这儿备用。然后肚子，车肚子这里边 Z 字折叠，提起侧面的门板，前方这里翻折出来就好了，这个车厢就变完了。掏出来就行，然后把这些东西装到肚子里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开路的变形真的特别简单啊！脑袋往回贴，贴回的同时注意翻折这一块，这块还挺紧的。好，卡到位。接着把中间的这根杆往回贴，贴到底，嘎巴一下有一个锁定的位置。后脑勺这个盖子我们就不用盖了，然后脖子这里稍微往前转一下，把这张脸完全的贴合在后边的这个地方，藏好就可以了。盖上，搞定。这个地方就选择性的翻转了，因为它里外面的一个切换呢，一方面在人形的时候卡脖子，另外的一方面在车型的时候安这个雷达。但是你如果不想安这个雷达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拔掉，然后把这个地方旋转180度，这里也特别的假。这个面板翻转的时候，这里有两个凸点卡着，而且因为上了漆以后，卡凸点的这个东西特别的紧，变形的时候小心一些。所以呢，你先考虑好在车型要不要装这个天线。如果要装的话，你就不用翻；不需要装的话，把它翻折过来。你这个车顶就是一个平整的面，所以由个人的切换喜好吧。我是因为要装这个雷达展示啊，你就不翻了，把它转过来。胳膊的变形，首先打开后边的这块盖子，中间这里的连接关节都是合金件。我们顺着这个地方的 Z 字折叠，把这一根拉出来，然后车的窗户，还有下方这一片打直。就好了，不用管它。主要是注意根部这个关节一定要抽到位啊，把它翻折出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手臂旋转180度，翻上去，往下拖肩关节，往里翻转。在翻转的过程中，到了这里边以后，这个合金块还要折一个90度，把它贴合，然后往里挤它，挤到头，让这条大臂整个的贴合到车窗的内侧。另外的一边也是翻转进来，注意一下这个方框，要把它折一个90度，然后夹进去。夹进到里边，胳膊摆摆正。好，顶满顶到头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如果顶满了以后，在这里有一个卡扣，对准透明件下方的凹槽，通过这个双关节把它顶上去。这只是一个定位啊，它起不到固定作用，只是定位，告诉你完美变形的话，这个卡扣定在这里。好，这个角度已经定好了，车门暂时先放成这个样子。前轮旋转180度，卡住，咯哒一下有一个锁定的地方。根部这个地方也是合金的块，所以很坚固。变到这一步的时候啊，我建议就不要按说明书的那个方式变形了，先把这一条腿整个腰部旋转180度盖过来。主要的原因是在这里，这有两个外扩的漆形钩。这两个钩子，第一个很不好卡，第二个后方这里凸起来的这个方桩，你要插入到这个洞里，所以这里是一个维度的锁定啊。我建议大家先跟这么扣，把这个漆形钩先挂上去，两面找一下，
好，转一转腿，这两边的骑行钩先挂住，然后打开车门，调一下黑色的零件。好，卡上，卡到什么位置呢？从这个地方看，白色的方桩套进黑色，黑色的方桩顶入蓝色，3层按顺序把它落住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变形到位了。检查一下另外一边也是，好，没有问题。车窗这里也就锁死了。接着把后半个挪过来，把后边半个挂上，把这些按平了。在这个位置，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。看到这个缝隙里边还有一个卡扣，把它插合到好。好，这两侧的卡扣推到位，前方这个地方的定位点也就顺势锁上了，也是属于环环相扣的一些锁定位置吧。最后屁股后边 V 字折叠拉下来，这个轴还是挺紧的。拉下来以后，把这个卡扣推满，顶盖扣紧，关车门。车门后方这里也有一个卡扣，连接在这儿。这个雷达插上以后，上下可以抬，左右也可以转，而且一个电镀件，上面这个尖刺还是一个软胶的，所以不用担心损坏。腿内侧这里有2个缝隙，可以夹住枪前方的这2个小凸。这种感觉的设计确实像 2.0 的一种风格吧。然后是在涂装方面和车型细节的一些点缀。能所看到的车尾灯，包括车前边的大灯，这些地方都是用了透明件处理，车窗也是蓝色的透明，而且保险杠的这些地方电镀的效果，橡胶的轮胎，电镀的轮毂，滚动非常的不错啊，很滑溜。上边这里搭载雷达的时候，也是为了它搭载的这个扣子，所以我这块没有翻过来。如果你不喜欢搭载这个揪掉，在变形的过程中把这块面板整个的翻转过来，车顶会更平整一些。雨刮器这个地方有刻画，甚至车门的把手这里、倒车镜都有做涂装。翻到底盘来看，2条大腿规规矩矩、整整齐齐的摆放在这里。车底来看的话，其实也是非常整洁的，而且中间夹着腿缝隙的地方也可以藏枪，非常整齐。非常整洁、非常规矩的一款作品。唯一有一点可惜，就是感觉这一次可能因为上漆的关系吧，变形的过程中会很紧，有一些地方的轴啊翻动起来不是很方便。另外就是在逆变的时候会出现后轮往开翻折的时候卡得特别的死，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一下。在我印象当中，好像这个车的后边这块应该会扁一点啊。但没想到设定图确实后边这个货箱也挺高的，然后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哇，少了一道工序。保险杠这个地方应该也点缀一个电镀的，或者说银漆或者电镀吧，电镀最好。这里如果再点缀一下，就能和这个更相近了。但是呢，原版的这个设定图里边竟然没有车把手的涂装，这个让人很意外。非常漂亮，亮闪闪的一辆车，我看能不能揭开，揭不开，假的。而且这个车前脸设计的非常的真实，甚至侧面这里的转向灯也是用了橙色的透明零件来处理，非常漂亮，完全继承了 2.0 的那种精髓吧，简单流畅，变形一点都不难，但是环环相扣的效果，卡起来以后也是非常带劲的。再加上2个形态处理下来以后，效果也都不错。对于还原度，刚才我们也对比了官方的设定图，其实还是非常有可圈可点的地方的。做工用料自然不必多说，也是他们家的一个长项了。但这一次嘛，也是因为全身这个漆的关系啊，有些地方还是偏紧了，在把玩上边手感的体验可能不太好吧。总归来说啊，很精彩的一款作品。它公布的很早，拖了有一段时间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产品的素质非常过得去，这是硬性指标。而且车型360度旋转真的很不错，甚至于这个底盘都很整洁，很 nice。拿起来手里边
很有分量、沉甸甸的感觉。他们家产品就这样，铁多嘛，但是也没有乱用的铁啊，基本上都是在危险的位置，好像胸板的这一块前机盖这个地方是一块大块的合金件。总之来说，质感很不错，甚至于摆在你的 MP 行列里边也不算太违和，非常高的一款水平的作品。这个开路先锋就是一个很好的折中表现，它的难度刚刚好，很适合你去研究它的结构，或者说两个形态放在那里也都不差。那么这一款就是这样了。